但是现在官司走到这边，我其实也在你的节目中也听到，我也觉得蛮好奇的，说这个现在的官司原本是打算要速战速决的，然后后来改成这个以拖代变，这是他们一个判断的错误吗？还是说后面有人在指点，但是误判了情势？好，后面有没有人在指点啊？各位就看嘛，你看哦，那个阿飘文件 PC Kennedy 的那封信，他的英文写的是 thesis title， 结果呢，万国法律事务所翻出来叫做论文。你明明写的是 thesis title， 叫做论文题目。那封信就是说，蔡英文在缴交了论文题目之后，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你要把我笑死啊！博士是只要写个题目啊。结果呢，这里面出了破绽。万国法律事务所在中文翻译的时候，直接把 thesis title 的 title 给跳过去，他就翻成论文，缴交论文后取得学位。连元龙他的诉状当中也直接跳过，翻成论文。好，这个就算了。你说啊，因为两边后面的律师不同的案子，他们有一个集团，但我也没意见。这个刘成武检察官被我的律师呛说，哎，你这个检察官黄伟，你拿了那么多证据，结果是英文的，你完全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你这个证据要用中文啊，要用本国文字。结果他说好，给我一点时间，他去翻译，他翻出来结果 thesis title 也叫做论文，这三个人翻的一模一样，故意的把这个 title 这个论文题目的题目这两个字给跳掉。你说这三个人背后有没有勾串呢？好，这罢了。你知道10月20号这个庭，姚念慈不是突然站起来落跑了吗？就转头就走了，不是留下一堆的这个现场的旁听民众的错愕。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宇宙正义学院的同学可爱，就是可爱在这一点。你知道里面有几个人是就是去旁听，而且帮我写逐字稿，他就把现场的东西呢转述给我，一个字不漏的转述给我。你知道那个姚念慈掉头转身就走的时候，留下现场一堆人的错愕，以及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律师还有连元龙，就是蔡英文的律师，本来不是坐在刘成武的背后吗？对，不是被我的律师呛说，哎，这个准备程序庭，这个告诉人的代理律师怎么可以坐在这个检察官的后面，而且还怎么可以法官你怎么可以去询问？按照诉讼法是不可以的。他们毫不避讳，这个庭结束，姚念慈掉头走人以后，刘成武就开始跟两个律师开始交头接耳，开始谈起来了。好，那你刚刚问的问题是说，问的问题是什么？你刚刚问问题是说，我是说这个原本这个官司听说是本来是要速战速决，然后后来又以拖代变，这个节奏。好，我觉得背后有中央厨房，这是不用想考虑的。他们的策略有3个不同的阶段，他们也在调整。一开始的阶段是2019年，提告了林环强、贺德芬之后，他是要杀鸡儆猴，没想到杀鸡儆猴，没有警告到猴子，跑出一只猴王，叫做彭文正，又开始大闹天庭，所以他们就想，我糟糕了，那策略怎么办？要开始做这个危机控管，所以在选前一定要速战速决，先斩一个再说。所以他就把我们3个呢给起诉。他原本的策略是说，选完以后马上撤告，因为诽谤是告诉乃论。就他没想到，我反过来告他诬告，目的就是锁住他，你不要撤告，你一撤我告你诬告就成立，要不然就是你撤了告没有用，我告诬告还是一样，大家法庭见。所以他被我锁住以后，他就头痛了，开始进入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呢，他就是要坚壁清野，缩小打击面。所以他就把这个林环强跟贺德芬老师呢给放了，啊，对付我一个人，看这样子可不可以2桃杀3士，造成彼此之间的矛盾之外呢，集中火力对付我一个人，看我会不会投降。哎，结果没想到，他呢给我1个官司，我回敬他5个，还包括贺德芬、林环强，完全没有任何缩手的任何的企图，反而越演越烈。贺德芬老师他还坚持要开一个最后的审判的记者会，然后在这个记者会中，我们爆了很多的料嘛，包括贺老师去拿到9月28号，蔡英文在1984年9月28号
他号称他刚毕业不到半年，他论文题目竟然写出另外一个，完全跟他所说了半天的那个是30几年来掰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还自己写，亲手写的。好，那到这个阶段，这个犯罪集团呢也慌了，因为他发现我们比他想象的更难缠，没有一个人退，打死不退，而且越演越烈。接下来我们不断的在主导诉讼，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我们一直出招，但是也不是我们在乱，因为我作为一个被告，我当然要出招啊，我总不能被命运摆布吧，我总不能被国家机器摆布吧，所以我2个优秀的律师，一个张晋，一个李正华，他们按守法律，而且非常懂实务，而且他们2个非常聪明，2个加起来是个完美的组合啦。我是说真的，我觉得我很幸运，上帝派了2个天使给我，真的是非常强的律师。那我们3个人之间呢，对这个案子，我们不是在把它当一个案子，我们3个都有共同的使命，我们在做司法改革。我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我是一个参与观察者。而且我跟我2个律师讲，我说没有问题，不管是法官或者检察官，他们离谱的地方、荒唐的地方，你尽管呛，你呛得越辣越好，我不在乎。你知道，一般的律师绝不敢得罪法官，因为生死权在他手里，所以绝对不会有一个当事人委托一个律师说，你去给我呛法官，你给我呛检察官，呛得越凶越好。我就是这样跟张晋跟李正华说的，我说没有关系，我个人成败事小，我根本没有把我自己当成被告，我是要来走一趟司法改革之旅，而且我是要来揪这个骗子。所以我的2个律师呢，跟我3个人就玩得很起劲，我们毫无顾忌。所以你看10月20号的时候，我们不直接去电那个法官吗？好，然后我们上次在张永会那个法庭上，我不是直接转头就去告张永会吗？对。而且我的律师张晋私底下也告了张永会。一般的律师不敢干这种事，他的当事人也不会允许他干这种事。那就算他当事人允许，律师也不敢干这种事，因为律师得罪法官，以后学度为丢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是会传的，别人会看说，这小子来了。可是他们就是这么勇敢嘛。那因为我们的使命感不一样，我们不是在打一个官司。好，那现在呢，这个犯罪集团慌了。因为他发现我们的火力是消灭不了的，那接下来怎么办？你看我们在主导这个诉讼这不是说我们强势或怎么样，我们本来就应该，我作为一个被告对付一个国家机器，我难道不能要求我把阅卷看完以后我再出庭吗？所以我们提了3个诉求。第一个，我们要阅卷，我们被你牵结的案子，我总有权利看吧，这是刑事诉讼法法律规定，我有权利看，不给我。第2个事情是，我明明在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看到报上说我是被2罪起诉，一个是妨害名誉，一个是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意图使人不当选。我明明被2罪起诉，那怎么搞的？突然转向只剩下1罪，我们请你追加，刑度比较高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请你追加。你看过一个被告对啊要求法官说，多追加一个不够然后这也就罢了，你有听过有人要求追加，法官不理的不理的意思是说，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当作没听到。那我请问你，我们准备程序庭之前，要求把这2件事情厘清，我到底被告什么，我到底卷宗长什么样子，我没有看到，我怎么出程序准备庭？第3个，准备程序庭之前，我们告诉你说，准备程序庭我们希望视讯，因为当事人不在。当事人不在的理由也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附上我的3封被跟监的简讯，那不是幽灵我上次节目说过，如果你刘成武认为我这是幽灵抗辩，请你告诉我哪里是幽灵抗辩，你把证据告诉我，是我自己写的，我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传的，他一句话都没说，他直接说我幽灵抗辩，没有说任何理由。好，那我们要求的这3件事情没有1件事情达到，请问你，我不出庭不行吗？我的基本权益没有被维护，你就叫我出庭。那我人在美国，我告诉你我有人身安全，我告诉你我的律师卷还没看完，我告诉你这个罪名起诉有问题。在准备程序庭之前，我们要求了3项先决条件，他通通没有答应。现在说要拘提我跟通缉我，那我们一起写历史吧，欢迎一起写历史。
我刚才一直在看聊天室里面，今天的讨论也非常踊跃。那当然呢，彭批现在应该是引起了非常多的注意，所以今天好多的1450塔利班也进来了，也都欢迎你们哦。但是就是拜托言之有物一点，所以我刚才看里面当然有一些观众在反映说，里面好多人是来反串啊，或是塔利班，没关系，让他们讲。但是拜托你们，就是你领人家钱的话，你至少你讲的也有言之有物一点。不过我刚才听到彭批在讲说，那个上帝派了2个律师，天使律师给你，那谁派了刘成武？就是大家觉得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是抽的呢，还是怎么样选的？还是真的有人在背后指派？台北地检署这个检察官是指派的，当初黄伟也是指派的。我们在我们节目中有把那个公文贴给大家看，那个公文上，就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办完这个案子，还有私烟案之后，他就升了高检署检察长嘛。邢泰昭呢，在去年指派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说他上面有他自己写的字啊，指派由这个银谷的检察官黄伟承办，还盖了一个邢泰昭的章，所以是他指派的。那想当然尔嘛，这个刘成武也是指派的啊。对。可是黄伟指派完成任务之后，调升了澎湖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而且是同次调升当中的级别第2年轻的、第2低的那个级别，所以表示他有功嘛。那接下来是不是找了刘成武？这个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至少刘成武在他的长官蔡清祥的眼中是很黑耶。是啊。黄伟不是黄伟啊，这个黄伟升官嘛，那刘成武，而且黄伟的那个升官的评价很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台北地检署不是写说这一期谁谁谁升官吗？对。对，什么蒋友柏啦，北检蒋友柏啦，对，金城武是你啦，金城武是你，这个是我对，是我错。对，金城武还是比较帅嘛，对吧？是，所以比较资深。所以呢，好，所以这个黄伟还被台北地检署称赞，包装的很漂亮，说他什么为人谦和，什么处事认真，我忘了，反正写了一堆东西发新闻稿。可是黄伟走了以后，怎么换了一个检察官叫刘成武呢？所以我就说这个叫做黄伟走了，狗尾续貂嘛。这个你找了一个你的长官法务部长蔡清祥，当着媒体的面这么给你难堪的一个检察官，我说徐府，今天如果你的老板在公开场合大庭广众下说你是这个恶行恶状，是媒体的败类，我觉得你不打包走人了吧？我一定走，卖葱油饼了吧？对啦，我一定走，对吧？留在这边就是没有了就像那个大局长没有特异功能，留在这边给人嫌啊，对那种感觉。对，要不是走，要不然就揍吧，对不对？把长官扁一顿，这是不是？我觉得这种话已经到了刘成武可以去告蔡清祥说你公然侮辱啊。对啊。你说我恶行恶状，你说我是这个就等同于说我是个败类嘛？你说我恶行恶状丢检他，我要是留光天化日下无不可告人者，我没有做亏心事，只是脾气坏一点，那我一定去告蔡清祥。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对啊，对不对？你这样子诽谤我，也没有摸摸鼻子吞下来。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务部长蔡清祥公然，因为那个新闻做的蛮大的嘛，而且在有台的节目当中还把它变成政论节目中的一个讨论时代。刘成武还上来解释，对不对？台北地检署不知道吗？那派这样的人出来当全国瞩目的中华民国司法史上第一桩，想必也是绝后了。的总统告平民百姓的案件的国家公诉检察官，这是玩哪招啊？我到现在还是没看懂对，这个真的是，就我们刚才前面其实也有讨论一下，我自己觉得是说，是不是再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说，你看看黄伟，你看人家青年才俊去升官了，那你在这边待了这么久，那你自己想想看，你未来你还想要发展的话，那你就接下这个官司，好好表现，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刚才谈的都是台北的这官司，但是彭批跟我们讲说，其实，在英国这里海外的战场，现在还有一个官司，现在是 Richardson 准备要上诉到英国的高等行政法院这一块，可以给这个论文门的观众来再讲一下，就是说，
现在的上述的策略以及上述的内容是什么？跟 Michael Richardson 大家熟悉嘛？他原本是 Boston 的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那他现在是一个就是 freelancer。他对台湾他对台湾的事务很感兴趣，他对国际间的一些人权事务，特别是一些奇奇怪怪你不会去关心的一些人权事务，他就是很有兴趣的一个人。那他自己也是一头栽进这个论文门，所以他就去打官司。那第一审呢，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他调出来的，很棒，就是包括了英国的伦敦大学不是接受这个英国的资讯委员会的询问啊，讲出来什么透露学生的这些口试委员会造成学生的痛苦跟伤害啊，诸如此类，很多东西都是他去帮他调出来的，就是引出来的。那他在英国叫做 First Tier Tribunal Court，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地方行政法院吧，就第一审的行政法院。那 Michael Richardson 在第一审的行政法院算是败诉了，因为第一审的行政法院做了一个裁定啊，就是说，哎呀，这些有关于蔡英文的口试委员这些东西呢，是个人隐私的保护，应该重于所谓的公共利益。好，他认为这个公共利益的部分呢，还不足以要求学校去揭露他的这个考试委员、考官的名字，因为privacy issue 啊，可能 outweigh 这个 public interest。但是大家听完这个以后都笑了嘛，对不对？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口试委员跟这些相关的东西，本来就是学术界应该透明公开的。好，那你 First Tier Tribunal Court 不是告诉 Michael Richardson 说，哎呀，这个就是曾博士嘛，你就不要再问了，而是告诉你说，这他的隐私啊，你不要再问了。所以这个答案其实就昭然若揭。那 Michael Richardson 当然不死心啊，他就上诉到了 Second Tier 的 Tribunal Court。那最近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那好处是什么？当这种案子越往上上诉的时候，英国会关注的媒体跟英国会关注的政治人物就会越来越多。那各位宇宙正义学院的同学，你们也不要灰心啊，说啊怎么又败诉了？其实这早在我们的意料之内。败诉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张是错的，是因为英国的行政法院说，哎呀，你们不要去揭露别人的这个口试委员啊，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还是保存这个当事人的隐私比较重要。好，这是他们的答案。对，那现在进到 Second Tier 的 Tribunal Court， 他开始会对外这个开始就是开枝散叶，不是只有这个案子，后面还有一些 standby 的案子，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案子，所以我们是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你帮我们吃案没关系，我们有权利，我们有资格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攻进行政法院，而且必要的时候我会到英国的行政法院出庭。我在这边先昭告天下，反正我除了高端疫苗没打以外，我其他疫苗该打的都打了，所以呢，我没在怕，我要周游列国，所以必要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趟英国哈。除了，大家要确定了哈，在英国没有国安局的，我不会到了英国机场要突然发生的艾奎诺事件，应该不会了。对这个。不过刚才彭皮在讲到论文的最新进度也曝光了，就是说如果未来这个在英国的高等行政法院有必要的话，彭皮就会亲自飞一趟英国去出庭。当然是因为这个现在看起来，蔡英文呢这个方面，对论文方面，他其实一贯就是除了打司法以外，然后就是冷调的处理不回应。但是最近呢，很高调的是什么呢？很高调的是他在国际上，去接受媒体的访问，或是谈的时候，还去把一个你可以说是事实啦，但是是过去大家也不会特别去提起来的，就是说所谓的美国驻军在台湾这件事情，然后特别安排了 CNN 的专访，我还看了那个专访，上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字幕机，他真的连这个专访都要看字幕，然后边看字幕边做回答，这你说是谨慎吗？还是说他真的是每一个字句他都要字斟句酌的把它写下来才能回答？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影片，我们等一下再来问彭皮。U.S. How many U.S. service members are deployed in Taiwan right now? Not as many as
people thought. 浅浅一抹笑，不知是不是有点小得意。好，那么短短看一段，其实我要谈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要特别岔出来谈国际题，我只是在想说，最近蔡总统面临的，比如说9月份的时候，其实公开了这个论文大审这么多的这个证据，然后呢，还有最近可能不管是3Q 事件，还有后续的4大公投等等，看起来在国内他的威望或者他的威信，或是他的整个人的诚信都被受到质疑。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好像是还是想要操作这种所谓的芒果干啊，或者是说抗中保台，去把这些事情，你凡是只要抗中保台，你忘掉了这些枝微末节的事吧？是不是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味道跟这样的策略？刚才那句话我听了一下啊，那个记者问他说在台湾驻军有多少，但这个问题可能是临时插出来，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not as many as people thought， 这句话也是错的啦，这句话的文法就跟那个 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差不多啦。好，不过也不用这么挑剔啦，我还是那句话嘛，没有人说国家元首英文就要多好，也没有人说国家元首一定要有博士学位嘛。那但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就是诚恳去面对。好，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蔡英文讲说美国在台湾有驻军，这件事情会不会惹美老美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嘛。那你何必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去挑起这句话？难道你是要让中共跟美国之间再互呛一次吗？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挂在嘴巴上。我觉得蔡英文最近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做大内宣。CNN 这个专访，它的背后是怎么样促成的？纳税义务人可能要去好好想一想。民进党政府的所有外宣啊，大概10之8九都被我们的这个侠新闻抓包过。他这个背后都有特定的人在做公关操作，那拿我们的钱去买新闻，洗我们的脑，这已经是民进党政府的一个 SOP。而且每当有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有这一类的大外宣或者大内宣，而大外宣跟大内宣的主题永远都是这一切东西阿公来引流，他就要开始导到两岸之间的冲突啊、危险啊，各位去看看，屡试不爽。他每次这么做，我都很不爽，就这个意思。对啊，因为这个你说在台湾有美军在这里，你说美军在这里跟驻军这其实是2个层次。那有美军在这里，美国自己当然知道，中国大陆不知道吗？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但这时候在讲的时候是要讲给台湾人民讲说，美军在这里哦，他不告诉你有多少，其实就是几人到10几人左右这样子状况。好，但这个真的有效吗？的确有，最近看到所谓的民调，虽然说彭批常常讲说是民调，这个蔡英文的民调，果然哦，现在民意基金会说已经又突破了4%，可是呢，接下来他要面临的是什么？4大公投啊，4大公投里面，这个同时间同一个民调机构做的。反莱猪公投哇，已经将近70%了，早教47%，公投绑大选57%，重启核四也逆转了这个不赞成核四的，已经到46%。好，这4大公投看起来在年底势在必行，也可能大家觉得会4-0过了嘛。那现在蔡英文就说，我要下乡公投，下乡沟通了。虽然今年3月的时候他也说，我们要面对面的下乡公投，但是呢，现在又说。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不会乱下去。他认为都是政党恶斗，可是很多的台湾人民在想说，不是啊，这个公投不是跟你政党在投，不是就是我们人民的意志。他现在说，人民跟我的意志不同的话，你就是政党，你就是恶斗，你就是乱下去。看起来他好像是决定是这样子干了。其实我是一路都主张公投来展现民意啦，可是呢。现在这4个议题基本上理论上啦，在民主架构上面，其实应该在立法院解决的问题。问题是立法院功能不彰，对，立法委员不是民意代表，已经成了党意代表，所以人民没有办法在立法院解决这种属于事务性的问题，只好搬出来放在公投。其实这是人民很无奈的一个做法。正常情况来讲。在立法院不分党派，即便是执政党，如果你体察民意的方向
跟这个自己的党不一样的时候，作为民意代表而不是党意代表，应该在立法院发出不同的声音。可是现在很遗憾的是，民进党在立法院完全就已经变成了行政院的立法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好让人民透过最基本的公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那这4个公投，我判断都会过，大家一起努力。因为不管你对于这4个公投的内容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觉得当台湾的民意代表的这个立法权已经非常的微弱，监督国会的势力已经非常微弱的时候，我们要让政府看到人民一票一票积攒起来的威力。我觉得光这件事情让4个公投过，是要给执政党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说，你黑箱作业横财入灶是要付出代价的，人民不是这么好骗的，不是你花大钱撒币做外宣内宣，拿我们的钱洗我们的脑，你就可以一帆风顺的。所以我认为让这个4个公投呢，可以狠狠的教训一下民进党，让民进党真的学习什么叫做谦卑，谦卑再谦卑。对，这4大公投如果不通过的话，做这个份民调的尤云龙他分析，他说这将会是对民进党来讲是彗星撞地球的政治性的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不是苏贞昌下台就可以解决的。我这就想到说，这也是年底嘛，那如果说论文门在年底有一个可能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虽然说前面其实已经这个白纸黑字都看得出来了，这个双管齐下，比如说4大公投，蔡英文的执政被否决了，然后再加上论文门这边的状况之下，对蔡英文来讲会威胁到他的任期吗？还是说他会有做出什么样一个我不知道更武断的决定吗？或者是说更独裁的决定？因为很多人现在说他现在一步一步越来越独裁了。我觉得4大公投不会威胁到他的任期，但是论文门会，因为到头来当国际舆论一起揭穿这个谎言的时候，那就要考验他的脸皮有多厚，他还能做得下去吗？我们横诸全世界各国的元首涉及这种所谓的丑闻，几乎无一幸免。如果台湾还可以这样子能够继续凹下去，或者是无所谓，那也是台湾奇迹。至于论文门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爆炸性的事情呢？我觉得 could be any moment。当然这话我也讲了很久了哈。我很早以前就讲说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对，确实是如此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从各个角度、各个不同的地方切入这个论文门，海外的这个动起来的这个势力跟这个能量是非常大的。你难保他们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突破了媒体，突破了政治，你也不知道从哪个国家突破。其实这个议题现在关心的人这个层级跟关心的幅度是越来越升高。很简单，因为你用任何的政治的手段，你都无法改变一个铁的事实，而这个铁的事实若是3、5年、10年、8年，也许你还来得及伪造。一个将近40年都快要一甲子了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历史的文件文物跟轨迹，你蔡英文你再联合谁都无法替你伪造。我只能说美国也好，英国也好，现在保持沉默，因为某种情况之下在外交上面在策略上面需要台湾。但是外交是最现实的国际政治，到头来美国也好，英国也好，突然发现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的时候，一脚踢开，这个事情会被摊在阳光下。当年阿扁权倾一时的时候，哪里想到爱格盟组织会在美国的许可之下，把这个海外洗钱的这些东西丢到台湾，变成台湾媒体的头条呢？所以要 Bible 都撇个顾啦，我觉得最后还是要面对自己的良知，还是要面对现实，面对事实。这是我劝蔡英文以及蔡英文的周遭的这些同伙们一个良心的建议。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请彭皮来评价一个，应该是算是一个单一选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反映出来，民进党也蛮特别的。像这个之前讲说陈柏惟3Q 果然被删掉了，那现在传出来要派的这一位叫做林静怡，那过去他是一个不分区的立委，但是网络上帮他整理很多金句啦，再投国民党他就不生小孩了。然后呢？但是同时他也说，晚上10点后限电可以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然后还有说什么？网友打去给林静怡办公室抗议，他居然说助理在助理在方便在大便了，对不对？就等等之类，这是在考验，是让林静怡去做一个牺牲打呢，还是说真的是在考验选民的智慧？我觉得这看到民党执政，还是说因为林静怡她也是一样，抗中保台有功，曾经讲过说什么中华民国只是勉强用一下，所以现在陈柏惟被删掉之后，我就派一个林静怡来选。你要选是不是这个人选适合，或者说你有在尊重到民意吗？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就是一个处境叫做教书博多啦，就是说已经赌输了嘛，最后就是要玩个大的啊，所以你看嘛，3Q 当时他成也高调，败也高调嘛，因为他就很高调嘛，每次就要讲一些就那种很欠骂的话啊。当年王定宇也快了哈，王浩宇也是这样子嘛，啊，那就是这种叫做摇摆无落皮的故嘛，那都是就摇摆的人嘛。那林静怡也是一个就摇摆的人嘛，这事实上是如此嘛，是啊，那我觉得我还是要奉劝这些民意代表哈。当官是短暂的啦，做人是因故的啦哈。你的这个言行，将来你这些家言录，你的一言一行是会被记载在历史中的。哎，你有朋友，你有家人呢，将来你有小孩，稍微顾念一下自己吧。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哦，这些人都是民进党的禁卫军呐。你要护党可以，好，我尊重你，但是要记得，人可以有立场，不能够没有是非。这句话算是我送给林静怡医师，我们也有一点，因为常上我们节目，彼此也稍微有那么一点交情吧。好，我要把这句话诚恳的送给你。对，其实如果说他在他的医学专业上、医师专业上表现的不错的话，那也该给予他肯定。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民进党在用人，就是说现在感觉起来，你只要是所谓的人家讲塔绿班，或是你骁勇善战，你只要帮党辩护，你什么都敢讲的话，会有你的好处会分给你的。不过刚才彭批奉劝的是说，那你做人是一辈子的嘛，那你不是说短暂的说为了官位或是为了一个竞选的机会，然后你就是不顾一切的去，不管讲什么你就去争取，这感觉是长久来看是比较不智的啦。